欢迎收看第11407期北京不静音。今天我们来聊聊世界杯。那这个问题如果聊明白了非常有助于大家理解发生在中国的情况。那我们先聊世界杯埃及输给阿根廷，那国际足联又一次在全世界的人的眼皮底下去帮助阿根廷帮助他晋级。在本届世界杯已经发生过多次，那么尤为明显的在上一届世界杯更是如此甚至最终帮助阿根廷和梅西捧杯。那我知道很多阿根廷球迷或者梅西的球迷不服，是吧？那我们今天给他们讲清楚，其实他们之中很多人不懂球很多人只是到世界杯的时候看一看，然后他怎么成为梅西球迷的呢？看一些这个梅西的平时比赛的集锦，他就成为梅西球迷了。那不可否认，梅西的足球的技巧水平是世界顶级的，对吧？但其实有很多这些球星的技术水平并不逊色于他。那梅西是一个造神的产物为什么要造这个神呢？因为在他之前还有另一个神，是吧？马拉多纳也是阿根廷的。那阿根廷前2次夺冠由这个马拉多纳带领，其实也非常的不光彩更多的这个技术细节我不展开说我只说一点。上帝之手大家都听说过，对吧？马拉多纳在比赛中手球，然后最终进了那个球关键的进球。那当时没有 VAR有的话恐怕也有各种办法去不介入。那好，这么一个不光彩的用手进球的这么一个事情被大家吹嘘成上帝之手，很多的阿根廷球迷难道不觉得害臊吗？你难道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吗？在这个事情上，对吧？前面有了一个马拉多纳阿根廷需要新的马拉多纳梅西横空出世，我们就要把梅西捧成一个新的马拉多纳。他需要成绩，那他也要拿到世界杯，哪怕以不光彩的方式拿到世界杯。所以这就是上一届2022年发生的事情。那好，马拉多纳是连续2次不光彩的拿世界杯，那梅西也需要连续2次，所以在这一次2026年继续的国际足联继续的去偏袒，继续去帮助阿根廷晋级。那我为什么说很多阿根廷和梅西球迷不懂球因为一场比赛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集锦就能够表现出来的，它是90分钟甚至120分钟，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战术的细节，球员心态的细节，以及在里面有一些体能分配的问题。那我们知道球员在比赛过程中这个裁判怎么去偏袒呢？他不是非常明显的说你明明没犯规我就说你犯规，然后就要给对方点球，然后你不服我就给你红牌罚下去。他现代足球已经不是这么明显的去偏哨了，再加上 VAR 的介入，它实际上是在去吹罚两边的比赛的时候，它那个尺度是不一样的A 队犯规裁判就吹B 队犯规裁判就不吹，而且都是一些小犯规。很多人觉得那这个也不是点球也没有红牌罚下，好像并不影响大局。不是的，在这一次一次的偏哨过程中，你这个被偏袒的一方他会建立一种心理优势另外被针对的一方呢，他也会感到这种压力。而且呢在这种球权的转换过程中，因为你一吹哨，对吧，球权就转换了然后他要付出更多的体能去对抗这种不利的局面，所以可能前70分钟还能势均力敌的去踢去拼，但是他付出了更多的体能，就会导致他最后10分钟20分钟的那种崩溃。这就是在世界杯这个赛场上埃及跟阿根廷这场比赛发生的事情。那当然了，就是裁判偏哨的方法多了去了所以我们想说这个事情不是说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技术分析到底这个都有哪几个这个偏哨我想说的是那很多人可能会质疑说那你北京你懂足球吗？我只能说我略懂我摆几个事实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其实比很多的阿根廷球迷或者梅西球迷更懂这个球。第一，我从小踢球我小学中学就是踢这种足球比赛每一次足球比赛
我都是这个射手榜的第一。那有一次我甚至助攻榜的第一也是我。那我亲自踢啊，你说我懂不懂呢？那么其次啊，我1994年就成为皇马的球迷，延续至今啊。那么我这儿还有这个纹身啊，阿拉马德里啊，伊纳德马斯，对吧？那么包括我从2014年啊开始每年给皇马交这个会费，到现在12年了啊。那你说我懂不懂球呢？看比赛，对吧？好，第三个我想摆的事实，我玩足球游戏啊，无论实况、FIFA还是足球经理，那这些游戏里都要去研究这些啊转会啊，这些技战术啊，甚至实际的去踢啊去玩，对吧？所以你说我懂不懂球呢？这一切加在一起，我只能说我略懂，对吧？我不是在胡说八道啊。这场一个足球比赛里边这些细节、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犯规是什么，我非常清楚。那当然了，我不得不说，梅西比我更懂，对吧？世界顶级球星，那他踢的比赛跟我小学、中学踢的比赛不是一种层级的。所以梅西这么懂足球比赛，那难道刚才我分析的这个偏哨带给这个针对的这个球队的这种影响，梅西不懂吗？他比谁都清楚。这就是我想说的。裁判帮他啊，我不是说梅西去贿赂裁判，然后让没有啊，我没有这个证据，我也觉得梅西不会做这种事，因为这种脏事不需要他来做，对吧？他受益就可以了。那在一个比赛中，裁判明显的在帮助他和阿根廷，他难道不知道吗？他非常清楚。一个顶级的足球运动员，他难道不懂这里面的这种猫腻吗？他难道感受不到这种差别吗？他懂。但是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视而不见，他装傻，对吧？他沉默，最终获得了这些荣誉啊。他的8个金球奖实际上很多都是名不副实的，对吧？这些荣誉包括世界杯啊，他就坦然接受啊。包括他原来在巴塞罗那队的时候啊，那些黑哨案，他那些年获得的很多荣誉都是这么得来的。他发生了吗？这种不公平啊，他是受益的一方，所以他就不说话了啊，保持沉默。当然了，我做这个节目，我不是说为了专门批判梅西，对吧？比他糟糕的人多了去了啊。实际上去脏了手的，涉及到这条黑色产业链的人也不是他，对吧？他的手并没有去真正的去脏了，对吧？我不是在批评梅西，我的意思是说，人性就是这样，人们啊。当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对吧？当这个不公的结果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不利的时候，这个受益的一方啊，很多人是保持沉默的。你就像一些梅西的球迷，一些阿根廷的球迷，你觉得阿根廷获得3次世界杯，每一次都这么不光彩，你哪里来的脸去庆祝这个事情呢？对吧？你明明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啊，上帝之手手球，然后这个梅西这个世界杯裁判的这些偏哨，你明明都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庆祝呢？对吧？你可以继续是阿根廷的球迷，你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国家或者支持这个球队，甚至支持梅西。但是当这个不公发生的时候，你如果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你应该谴责这个行为。如果你没有勇气谴责，你应该就至少保持一个沉默，你不应该庆祝。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人性就是这样。当这个不公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会找各种理由啊，去证明啊没问题啊，这个哨没问题，舔着脸去说，享受这种不公带来的这种优越。那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大家想明白之后，你就会理解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样，中国的这种制度上的不公造成的这种不公平，总有人受益，对吧？也总有人受害。那受益的这一方，我们讲，比如体制内，中国有1亿的共产党员，那这些中共党员相对那些不是党员的中国人，他在这个整个这个制度里，他是受益的一方。这个不公带来的这些偏差，他是受益的一方，就跟阿根廷和梅西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表现，对吧？我就沉默嘛。我就实际上沉默带来了一种共谋，对吧？我们经常讲什么平庸之恶呀，讲什么这些东西，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对吧？那当然了，这1亿党员还不止啊，还包括他的一些家庭啊，你加在一起好几亿人。所以共产党统治中国的逻辑非常简单，它只要造成这种阶级分化，只要造成这种贫富差距，只要造成一部分人是这个不公造成的受益方，笼络这些人去压迫那些人就可以了。甚至啊，你在这个广泛的不公这些穷苦的中国人中间，它都可以造成一点点小的偏差，就一个小的哨声，一个小的细节啊，比如2个人啊都是很穷的啊，一个月1000块钱收入都没有的。好，然后在这个村里啊，以某一个小的制度造成这个 A 和 B， 让你们又有一点分差，又一个新的不公，结果呢是这个 A 受益了 ，B 没有受益。你看看这个 A 啊，他本来在这个更大的不公中他也是受害者，但是这一点点小的得利，他就立刻的能够去欺负 B。立刻的他就觉得，我就有了某种优越感，我要维护这种不公，因为我受益了。这就是人性的问题啊！当不公发生的时候，受益的一方就会去维护这个不公的制度，去保护它。所以啊，我们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结构，权力结构啊，到这个世界杯上，大家看得很清楚是这样。其实在中国，在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说中共的统治怎么能够结束呢？比较困难，对吧？只要他能够维持这样的一种让一部分人，只要这些人能够受益，他就会拥护这个不公的制度。那最后怎么办？只能是他经济下行，整个萎缩，他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人去受益啊。那好，受到不公的人越来越多啊，最终他这个阶级体制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的时候，才能崩掉。所以我想做这期节目，就是通过这个事情啊，其实让一些阿根廷球迷和梅西的球迷，你醒过来看到，你的欢呼，包括梅西的沉默，包括阿根廷的这些接受这些荣誉，这些沉默啊，你们一起实际上是帮助去塑造了一个更不公平的世界。你其实是在助纣为虐的。你实际上是一种平庸之恶的，我不要觉得说我好像我反共我就是一个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我就没有问题了。你反共，但是你是一个阿根廷球迷，你是一个梅西球迷，你在为这种不公获得的荣誉去欢呼，去和别人辩解的时候，其实你的做法和那些维护中共那些基本盘的什么粉红啊什么一些，你没有本质区别的，实际并没有本质区别的。我今天做这期节目就是想把这一层给说透。感谢收看、订阅、分享。